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老公周江在外面有了私生子，当婆婆把他送到我的面前时，我不禁还是一愣。来，小五，快叫妈妈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新家了。这个小孩倒也不认生，鞋也不换，直接无视我，风一般的冲向我3岁的女儿。这个妹妹好漂亮，让哥哥抱一抱。我女儿眉头一皱，避开了他，她立马就转向我，一把抱住我的大腿。妈妈，妹妹是不喜欢我吗？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嫌弃耶。她的指甲很长，看似很亲密地抱着我，实则是用指甲使劲往我肉里掐。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手里的缝衣针猛地一下扎入她的手臂上。啊！伴随着鲜血涌出，这小孩爆发出一声尖叫，哇哇大哭起来。不仅我女儿不喜欢你，我也很嫌弃你。记住喽，进我的门要换鞋，别掐我。这次只是扎你警告一下，下次敢胡来，直接打断你的腿。这小孩捂着手臂上的伤口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另外，请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叶冰，不是你那破坏别人家庭的妈。他听到我的话，哭声渐渐小了，但看我的眼神却异常的诡异和阴狠。我冷着脸告诉婆婆，日常药箱的位置，让她给这小孩贴个创口贴，赶紧滚。婆婆脸色顿时变了。这是你老公周江的亲生儿子周武，他妈已经死了，现在孤苦无依的，只能靠我们了。我拉着女儿的手，面无表情。他妈死了，关我屁事？小三上位，破坏别人家庭，自己遭报应死了，难道还要我这个受害者来养他这个野种吗？你是老糊涂了，还是脑子坏掉了？我指了指大腿上的淤伤和血痕，我被狗咬了，要出去打狂犬疫苗了。你呀，趁我没发火，赶紧带着你这野种孙子滚吧，不然我待会儿就直接打110，告你们个私闯民宅。我一把抓起周武这小孩，一把推着婆婆，将两人撵出门，反手就将门砰的一声关掉，然后给老公周江拨通电话。你妈带着你的私生子上门了，想咋解决？电话那头，周江几乎是没有半分犹豫。老婆，这个事情我考虑了，我觉得周武这孩子长得好看，又机灵，他妈也死了，咱们就当发发善心，把他养着呗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也一直想要个儿子吗？这么多年也没生出来。我轻轻地哦了一声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原来都算计好了，不仅背叛了婚姻，还搞出私生子让我来养，无非就是为了想办法继承我们的财产，真是厚颜无耻！这样的人渣，我怎么能轻易放过？既然你铁了心要硬塞给我，那我也就不拒绝了。接过来慢慢收拾。关于周江劈腿有私生子这事儿，我之前找人做了调查，调查结果是这个孩子性格偏执暴力，冷血麻木，自私无情，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基因。刚才发生的那一幕，我已经充分确认了这一点。他一进门就在挑衅我，向我示威，被我收拾一顿后，那看我的眼神如同毒蛇一样阴狠，恨不得让我去死。我毫不怀疑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反社会人格的坏种。这种坏种正适合去反噬他那亲爹和亲奶奶，任凭门外婆婆和那小孩的大声嚷嚷。我装着无动于衷，温柔地给女儿妮妮梳着头发，扎着小辫，换上漂亮的公主裙。妮妮乖，妈妈最近有点忙，你到外婆家去待一段时间好不好？妮妮抱着我，眼泪汪汪。今天那个哥哥好可怕呀！妮妮想保护妈妈，但是我还小，打不过他。等我长大，学一身本事，不让任何人欺负妈妈。我轻轻摸着女儿的头，
笑出了眼泪。女儿多懂事啊，小小年纪就想着保护自己的妈妈，而那和我相濡以沫、赚得过亿资产的老公，却在我们婚姻的第1年就劈腿移情别恋，还生下了这个孽障私生子，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带回家要我养他，实在是嚣张到没有了边界感。我知道他如此肆无忌惮的资本，在于我和他有太多的夫妻共同财产。他是聪明人，非常清楚，就算我摆出他婚内劈腿、私生子的事实来，那也只是道德层面的瑕疵。我和他闹离婚分割家产，根本无法让他净身出户，最多也就是多分一部分家产，另外能额外获得5000到3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费。我和周江创业8年，历经艰辛，也算是攒下了不少钱，房子、车子、股票、基金以及投资的各种不动产，汇总起来也有好几亿了。他笃定我不会傻到放弃一半资产和他离婚，而且他既然敢明目张胆地把私生子送上门，那他就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甚至还试图拿私生子也有继承权这个事儿再收割一波。而事实上，他想对了，我确实不会意气用事的仓促离婚。自从得知他有了私生子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就死了。婚姻没了，感情没了，但不能连钱也没了。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必须全部属于我，伤害我的人一个都逃不了。我叫来司机，在婆婆和那坏小孩目瞪口呆的愤怒目光中潇洒离去。远远的，我听到婆婆指着我骂，依稀听到她说不会放过我。这事儿没完一类的车轱辘话。在车里，我给周江发了一条消息：我把你儿子和你妈撵出去了，我带着妮妮离家出走。如果我在监控里看到他们一直赖在那里不走，我就报警。没过10秒，周江秒回：老婆对不起，添麻烦了。小武这孩子不错，我想留下，你多多担待。我冷笑着回复：担待是需要付出的，打钱吧。我观察他5年，每年500万的抚养教育费用，合计2500万，分期还是全款。周江的电话立马打了过来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，听声音似乎颤抖了起来。叶冰，你不要太过分，2000多万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我声音保持得异常的平静。你是觉得你儿子不配拥有好的生活，对吧？如果你觉得他可以过寄人篱下、被我轻贱、羞辱、打骂、虐待，日复一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那你大可不必给我1分钱。他今天一进门就吓坏了妮妮，还拿指甲掐我，我戳了他1针，以示警告。如果你没给1分钱，那我指不定每天换着花样收拾他。万一哪一天我精神压力过大，恍恍惚惚的时候拿着剔骨刀剁了他的狗头也说不准哦。毕竟我是一个受害者，从道德舆论的层面，你并不占理，想怎么做，你看着办。我挂断电话，半个小时不到，我的账户分批次收到了5笔100万的转款，付款人是我的老公周江。啊，为了这个私生子，很舍得花钱吗？这些年，我和他财务彼此独立，各自分管一部分资产。我的主要资产大多集中在房子、车子、投资这些方面，他主要掌握公司和家庭的现金流。美其名曰公司要运转，必须要有现金流，否则资金断裂，公司倒闭的风险太大。自从公司上了正轨，妮妮的出生，我更多的淡出公司管理层，大多由周江在管理。现在我必须用尽一切办法，收割资产到我自己手里。叶冰，我已经付了500万，你不要虐待我儿子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另外，别影响我的声誉，对外我们依然是恩爱夫妻，懂吗？
周江付了钱之后，嘴脸立马变得强硬了起来。我笑着回应：“好啊，1周之后我回去。如果你儿子和你妈还在门口的话，我会让他们进门的。”他以为操控了我，却永远也不会想到私生子上门这件事会让他万劫不复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会花时间精细地构建一个网，让所有负我之人全部深陷囫囵，不得善终。1周后，我重新回家的时候，这坏小孩和婆婆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实实在在地给我上演了一场恬不知耻的大戏。这些年，周江忙于工作，经常住在公司投资控股的星级酒店里，很少回家。我和女儿住在郊区的大平层里，由于是一梯一户，为了安全，我在当初装修设计的时候做了2道门，一道门需要机械钥匙打开，另外一道子母门需要密码才能打开。而周江只知道家里的密码，我又经常在手机上更换密码，所以在我离开的这1周，周江也没有办法带他妈和那可恶的私生子进我家门。我开车进入小区的时候，门岗的保安小哥身子笔挺，给我敬礼：“叶女士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您家婆婆都快闹翻天了，您需要我们给申请安排安保人员吗？”我笑着递给他一条中华：“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暂时不需要，以后如果有需要再联系您。”我刷卡上楼，电梯门一打开，就听到婆婆那趾高气昂、尖锐的嗓音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儿子儿媳的家，我想咋的就咋的，你们管不着，你们谁也管不着我。我就在这里住着，等我儿媳回来。我儿子儿媳花了几千万买的豪华房子，连着楼道都是我家的，我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打地铺、做饭、洗衣服啊？你就说我为什么不可以？这公摊面积也是我家花了钱的。你们这些垃圾物业，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伤害我们业主的利益。”我走出电梯门，一整个傻眼了。本来宽阔的楼道被堆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物，几张破棕垫上堆着几床发霉的被子，旁边几根竹竿搭了一个简易的晾衣架子，一边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，一边挂着黑乎乎的腊肉香肠，周边还有一堆破纸壳子，外卖盒子一大堆，简直就是一个流浪汉的临时居所，既视感。最可气的是，我的门口还喂着几只小鸡仔，拉了一堆的屎，被那个坏小孩踩来踩去，整个楼道都散发出恶臭来。楼道角落还有几个打翻的灭火器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！坏小孩首先反应过来，朝我冲了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把手往随身的挎包里伸，那小孩马上停住脚，看来上次扎他一针，余威尚在。妈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才出差1周，您都快把老家的物件都搬过来了哦，不清楚情况的，还以为您是个拾荒老人呢。我笑着走过去，一把扶起婆婆，凑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别演戏装可怜博同情了，你这一套泼妇的行为对我没用，要是想进我这个门，就收起你那点歪心思。”说完，我也不再理他了，转身给物业人员解释道歉了一番，同时还承诺愿为这个事情负责。物业表示理解，劝慰了几句，便撤离现场。我直接花钱找了家政保洁公司的人来收拾楼道。趁我在楼道拐角处打电话的时候，那坏小孩抓起小鸡仔挨个把脑袋给拧断，笑嘻嘻的大叫：“哦哦哦，妈妈要我了，妈妈要我了，我有妈妈了！”我不禁毛骨悚然。他见我出来，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：“妈妈，这些小鸡不乖，他们弄脏了妈妈的地，我把他们都处理了哦。”我忍着恶心，拍拍他的脑袋：“你也要乖一点，不然
她不以为然地笑笑：“我很乖的哟。”婆婆见我松口下来，顿时气势上又摆出了长辈的姿态：“我儿子给了你500万，这里以后就是我和小五的家了，把钥匙交出来吧，还有那个什么密码锁的密码，统统告诉我。”我冷着脸开门，他给我钱，那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你别拿这个唧唧歪歪，爱住就住，不住就滚。婆婆脸色一尬，我很明显看到她眼神里对我充满了不满，特别是那个坏小孩，死死地盯着我看，眼里有着一种奇怪的诡异感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知道你有反社会人格，让你住进来，我就有足够多的办法收拾你。两人一进屋就撒了欢，特别是婆婆，她之前一直住在周江的老家农村，从来没来过这里。一进到屋子里，就开始各种啧啧称奇：这大落地窗、大电视、大沙发、大冰箱、大烤箱，哟，还有地毯咧，还有洗碗机，真好，真好啊！他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，直接招呼着那坏小孩过来，指着这一切告诉他：“小五啊，奶奶告诉你，这里一切以后都是你的了，你就是这个家的小主人了。奶奶为了你付出了好多的心血呀。”我冷着脸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表演。你所谓的付出心血，就是找门岗闹，找物业撒泼，死皮赖脸的把一堆垃圾往我门口扔，堵我门口，逼我就范呗。婆婆讪笑了一下，那也是我儿子答应了的，我才这么干的。如果不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一下舆论，我孙子怎么进得了这个门？毕竟这是他以后的家。我老了，也指不定活到啥时候，我总得给他铺好路。都说私生子日子过得惨，我可不能让我的孙子受苦，只能委屈你了，儿媳妇。而且你看，现在我不都进了家门了吗？咱们还是一家人。我没接话茬，拿出早已打印好的文件，丢给婆婆。想住进我家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来看下明细单，需要使用消费什么的，按需要付费。婆婆接过来一看，瞪大双眼：“你疯了吗？这是干啥？合着我住你这个房子还要给钱？这和住酒店有什么区别？你要不要脸？”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：“那你可以去住酒店啊，我又不像你那样死乞白赖的非要求着你来我家住。而且我这里寸土寸金，掉个头发丝都得折算成钱，每一样都有成本的。你以为白吃白喝像个乞丐一样，有资格住我的大房子？这是我花了几千万买的，你有本事花钱买下来，我立马打包走人。买不起就老老实实把你儿子这些年给你的钱拿出来，换你孙子过上好日子。”正当我和婆婆对峙的时候，那坏小孩跑过来，拿起那文件字正腔圆地读起来：客厅电视、游玩区，单日3000，包月88000；次卧房间，单日8000，包月20万；浴室、浴缸使用，单日1000，包月26000；厨房使用，单日5000，包月10万。那坏小孩越念越上头，声音也越来越洪亮：“奶奶，原来咱们家的东西这么贵啊，这么值钱啊！我好喜欢这里，我要长期住在这里。”他虽然只有7岁，但他对我房子里的家具家电似乎很熟悉，能清晰地知道价值。这估计他爹周江给他专门科普过。为了让私生子能登堂入室，合理的继承家产，周江真是煞费苦心啊。小五，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，你当然可以住在这里了。婆婆一脸理所当然。我毫不客气地打断她：“这房本上写着我的名，买房的钱是我出的，我有这个房屋的支配权。而且周五又不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他有哪门子资格住这里心安理得地享受我辛苦打拼的一切？你试试看，不花1分钱赖在我这里，
我有没有本事找保镖把你扔出去？”坏小孩一看我脸色不对，赶紧拉着他奶奶的手：“奶奶，给钱吧！我爸这些年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拿点出来呀！”婆婆脸色煞白：“我的乖孙啊，你看不出他在趁机讹人吗？他现在就像咱们村里老李头那样，死不要脸呐！”周武眨巴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：“那我不管，你说过的，把我带到城里过好日子，我要变成有钱人家的小孩。你如果说话不算数，我就出去偷，出去抢。”婆婆吓得浑身一颤，赶紧捂住她的嘴巴：“呸呸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爹有的是钱，你可不能当一个坏孩子。”她眼神余光瞥向我，恨恨地开口：“算我倒霉，我给，但是没那么多现钱。”我又立马递上一份协议：“你在老家县城里的一套房产，你过户给我，就抵消在我这里的一切开支。我可以承诺让你和你孙子吃香喝辣，过上富人的生活。同意就签字按手印，不同意就准备好10分钟内滚出我家大门。”婆婆哆哆嗦嗦地拿起笔，嘴里嘟囔着她怎么碰到我这么一个恶毒自私的儿媳妇，不仅不赡养老人，还从老人手里抢东西，实在是太不要脸了。我任凭她嘴里满口国粹地骂我，一脸从容地戴上耳机。她以为我在和她计较那县城的小房子吗？岂不知我是要一点一点地断掉周江和私生子的所有后路。当我拿到婆婆签好的产权转让协议后，笑得很灿烂：“好了，看你们诚意满满，以后家里的开支我来出，先送你们一个小礼物吧。”我把 Watch 2 Pro 带到坏小孩手上时，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张大着嘴惊呼：“妈呀，这可是华为保时捷系列的手表呀，要4、5万呢！”啊，一个7岁的小孩见识倒是不少，看来周江没少在他这个儿子身上下功夫。婆婆也面露一丝惊讶，我又立马给婆婆送上 Nova 10 Pro， 这是给你的，也不便宜。坏小孩一把抢过手机：“奶奶，你这个也要3万多呢，妈妈真有钱，我爱妈妈。”这个时候，他的脸上对我多了8分笑意，但我总觉得他的笑里总带着几分阴谋得逞的意味儿。不过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纵然是18般武艺在我面前挨个摆弄，那也不过是班门弄斧。我给他们挖的坑，正在逐渐埋葬他们。婆婆和私生子联合演戏，使尽浑身解数，终于入了我家的门。他们欢天喜地，嚷嚷着要我带他们去吃大餐，必须去米其林餐厅。毕竟从今往后都是花我的钱，必须得奢侈浪费，彰显他们富贵人家的身份和格调。到了餐厅，我按照标准规格点了莲蓉酥、瑶柱烧麦、XO 酱带子饺、鹅肝煎粉果、豉汁龙虾肠粉、原汁鲍鱼鸡粒酥、惠灵顿牛排、清蒸松露鹅肝佐黑菌汁鹅肝、卡布奇诺蜗牛蘑菇浓汤这些菜品。婆婆一下子就炸毛了，她瞪着我：“你就让我孙子吃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”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她扯着嗓子大喊。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走进来，礼貌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坏小孩就偷偷溜下桌。婆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：“哎，服务员，我孙子要吃辣子鸡、火爆肥肠、毛血旺。”服务员很礼貌地弯腰致歉：“不好意思，阿姨，咱们这是粤式餐厅，没有您要的这些菜系。”那坏小孩一个箭步冲过去，直接狠狠地推了一把服务员：“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我家有的是钱，想吃啥就吃啥，你凭什么不给做？”那服务员被推得一个趔趄，尖叫声中重重地摔倒在地。“周武，住手！”我走过去就是一巴掌，把他打得面红耳赤。“你疯了吗？干什么打我孙子？他不就是个廉价的服务员吗？
小孩子不懂事玩闹一下，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”婆婆一把拽住我，死死地扣住，生怕我再动手打她的孙子。这坏小孩捂着脸，闷声不响地翻起身，抓起桌上茶壶，直接将滚烫的茶水泼到服务员身上。“都是你，害得我妈妈打我，都是你这个害人精！我烫死你，烫死你！”我赶紧按响包间的服务铃，其他服务员和大堂经理走了进来。在我紧急处理服务员烫伤的时候，婆婆却叉着腰跟人对峙。“咋的？你们仗着人多要打我是吗？我孙子年纪小，不过是调皮了点，泼点茶水也不算什么大事吧？”我转头怒斥婆婆：“别吵了，你孙子把人烫得很严重，赶紧的，叫车送医院去。”婆婆现在笃定在我家立住了脚跟，对我的话也不当回事，直接对着餐厅经理吼：“干什么这么看着我？烫伤又不会死人，咋的？还要趁着这个时候讹我一把吗？别以为我们家有钱就要赔给你们这么一个下等的服务员！”我大吼：“闭嘴吧你！你孙子惹麻烦了，赶紧道歉！”然后一边给那个服务员赔礼道歉，一边打电话叫车送去医院，同时还不断地和大堂经理协商赔偿善后的事宜。道歉？道个屁的歉！只要没死人，我都不会道歉。由于言论过激，吸引了其他食客过来围观，有些有正义感的人纷纷指责婆婆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这么点破事，你们要逼死我和我孙子吗？”婆婆在我那里受了气，现在一口气爆发出来，像疯了一样，不管不顾的大吵大闹，还嚷嚷着我孙子还是个小孩，你们能把我怎么着？那坏小孩则笑嘻嘻地坐在那里，一脸淡然地剥糖果吃，面对自己拿滚烫的茶水烫伤人的举动，没有丝毫的内疚感。老太婆，你这样惯着你孙子，迟早有一天要出大事。这个小孩有性格障碍，典型的狂躁症，有病得赶紧治啊！到了大病就治不了啊！纵容孩子如同沙子，这孩子被他奶奶这么溺爱，以后日子不好过喽。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，婆婆的情绪顿时就上来了，大声对了起来：“我孙子的事儿，关你们屁事，有你们啥相干的？滚，赶紧滚！”坏小孩也跟着当场掀桌子，把杯盘扔了一地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们敢欺负我奶奶，我咒你们死全家，死全家哦！”哈哈哈哈！他一边骂一边冲上去咬人，跟人扭打在一起，场面一度失控。不少自媒体的博主纷纷把这个场面录了下来，发到视频网站上去。我这边应接不暇，正和酒店负责人协商解决事宜的时候，从另外一个包厢里走出来一个人：“叶总，咋回事呀？你这出来吃个饭，咋遇到这么泼皮无赖的人呢？”这人是我公司董事会成员王雅，市场部总负责人。本来在包间里接待客户，听到声响太大，出来正好碰到我。老周搞了个私生子，强行塞给我，非要我带他们到高档餐厅吃饭，却又嫌弃没有家常菜，一言不合就泼了服务员一壶热茶。现在他奶奶还和人吵得不可开交，这不，我正在协商赔偿的事儿呢。哎，头疼！我故意把自己渲染得特别憋屈、痛苦，一番绘声绘色的解释下来，王雅脸色都变了。平时看董事长一脸正气、洁身自好的，没想到私生活这么烂呐！婚内劈腿，还搞个私生子给原配。我刚才看了一眼，这孩子有点反社会呀，不像个正常人。你也是不容易呀！我叹息了一口气，谁说不是呢？遇到这样的渣男和恶婆婆，还冒出这么一个处处惹事的坏小孩，我这日子过得如同水深火热的。离婚呢，又离不了。老周威胁我不能离婚，否则要我好看，
我故意把周江威胁我的信息展现给王雅看，她皱了皱眉，和我对望一眼，似乎心有灵犀地笑了一笑。叶总，你哪天想回来当董事长，我站你这一边。说完，深深地瞥了一眼那边闹哄哄的场面，径直走了。我转身对餐厅老板说：“王雅是我朋友，今天她那个包间所有的消费我请了。我深刻地知道，要断掉周江的退路，除了收割婆婆那边的资产，还得把公司拿到手里。王雅是市场部的人，生性最为敏感。当她知道公司的掌舵人是一个私生活混乱、道德不检之人，她必然会有所举动。公司大权不在我手里，但我毕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，通过这些突发事件发酵，周江的道德败坏之事，想必很快就会疯传开来。不过这事儿还没完，忙活了2个小时，又是解释，又是道歉，又是赔钱，这才把餐厅的事情稍微压了下来。我坐在车里直揉脑袋，婆婆坐在后座幸灾乐祸地指责我：“叶冰啊，我还以为你多能呢，结果是这么个怂包，软脚虾，几个服务员就把你吓得那么怂，还道歉、赔偿，送人家到医院治疗，屁大个事情，你还当回事了？怎么的，在家里凶我和小五的那股劲儿去哪里了？我看你呀，就是一个哈巴狗性格，对内汪汪汪，对外摇尾巴，也没啥大本事。从今往后啊，家里的大事还是我来做主吧。你看，今天我和小五2个人对战一群人，还不是把那些人骂得连连后退？小五也是能干，对着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就是一顿吐口水，咬他，撕他。你看呐，人只要凶起来，就没人敢欺负。小五，你记住，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就打他，咬他，别怕，家里还有奶奶和你妈妈给你撑腰善后呢，别怕别怂，遇到事直接干。婆婆的絮絮叨叨，弄得我很头疼。不过这头疼是装的，我巴不得你这毁3观的教育多来点，尽快把这个逆子培养成才，成为一个大祸害。到那时候，我连着你们这些人一锅端了。目前阶段，我还得配合演戏，你就可劲把你孙子往死路上教吧，到时候你哭都没地儿哭去。你没听到有人说你孙子有精神障碍，是反社会人格吗？我开着车故意刺激他，你放屁呢？我孙子根正苗红，聪明伶俐，有胆量有气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障碍？你是不是自己生不出儿子，故意这么说来气我的？你说他有病，简直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我看你才有病，病得还不轻呢。婆婆一脸执迷不悟的样子，真让我舒心啊。只要她继续盲目固执地纵容下去，周五这坏小孩会疯狂地跋扈起来，内心深处的病态也会快速蔓延，直到无法收拾。虽说稚子无辜，但周五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个坏胚，怎么就都救不下来的？后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3观崩碎，心惊胆战。刚才医院传来消息，那个服务员烧伤严重，需要很昂贵的手术费。我话音没落，婆婆直接对我：“赔偿的事，那不是还有你吗？你赔给他呗。”我继续说：“那服务员还要起诉你们。”婆婆更加无所谓了：“起诉就起诉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家小五还只是一个孩子，他能拿我们怎么着？就算小五犯了事，我替他坐牢。”婆婆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，这种偏执溺爱到骨子里的纵容，直接会让一个正常的小孩都会变成一个社会败类。更何况周五还是一个天生自带反社会人格的偏执狂坏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说点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幸亏我早有筹谋，不然若我真的接纳了这样2个偏执的人在身边，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叶冰，
我改主意了，那个服务员女的不是要起诉我们吗？我们又没有错，你花钱找个律师，咱们也反起诉他们，告他敲诈勒索。我儿子的血汗钱不能白白的被赔掉了。婆婆的这个反应，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她出身农村，性格抠搜。我今天那么大方的赔了那么多钱，她心里极度不爽，势必忍不了这一口气。好，我调转车头，直奔我的私人律师陈梦的私家小院而去。想到陈梦那雷霆的手段，我不禁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。到了陈律师的工作室，婆婆毫不客气，第一句话就是让陈梦直接起诉那个受伤的服务员，然后要天价索赔。那坏小孩则在屋里跑来跑去，丝毫不顾及这是在别人家里。我没顾得上他，直接简单明了地将事实说了一遍。这事儿有点麻烦。陈律师礼貌客气的话说到一半，婆婆又疯了一样的打断：“怎么的？你们这种大律师都解决不了一点小麻烦吗？叶冰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给我添堵是吧？你就是死活看不惯小五是吧？看着他受欺负，连找个人来伸张正义的都是个软蛋没用的。”我无奈地摊摊手：“妈，做事总得讲点道理吧？”婆婆很不爽：“讲什么道理？讲什么道理？怂包就是怂包，我孙子的事儿，我来解决。小五，走！”就在他招呼那坏小孩离开的时候，却听到屋里传来接二连三的凄厉惨叫声，以及小孩子的哭声。我和陈梦对视一眼，立即起身朝里屋冲去。眼前的一幕让我再度心惊，那坏小孩正使劲地摁着一个漂亮的布偶猫，拿着一个文具盒使劲地砸他的头。小猫痛苦地挣扎，鲜血流了一地。旁边站着陈梦的女儿陈小丫，急得哇哇大哭：“小畜生，你特么的！”陈梦天生一个暴脾气，冲过去揪起坏小孩的头发，对着他的脸就是啪啪几巴掌，打得他半边脸都肿了。“陈律师，你疯了吗？平白无故的打我孙子干什么？我要找人告你，让你牢底坐穿！”婆婆一副睁眼瞎的样子冲进来，一把抱住那坏小孩，心疼得快要哭出来了，一个劲儿地询问是咋回事。坏小孩捂着脸，指着小丫说：“妹妹不和我玩，连她的狗都嫌弃我，我就教训教训她。奶奶，我们家这么有钱，凭什么他们不喜欢我？奶奶你说过的，别人惹我了，我就打他。”我紧急给宠物医院的人打了个电话，让人来接小狗紧急医治。幸亏隔得近，不到几分钟就到了。陈梦调出屋里的监控，发现周五这坏小孩一进屋就开始胡作非为，事实摆在眼前。婆婆依然搂着周五，趾高气扬：“你们有钱人就是闲得慌，屋里面还搞个监控。我发现啊，你们和那个低贱的服务员都是一路货色，喜欢没事找事的讹人是吧？你是不是也要找我孙子赔钱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”陈梦冷着脸：“你们完了！”坏小孩脸被打肿了，都没哭一声，甚至有些怨毒的歪着脑袋望向陈梦：“阿姨，你是律师了不起吗？我爸爸公司也有律师，我让他们把你们都抓进牢房去。”陈梦怒极反笑：“叶冰，我记得你只有妮妮一个女儿啊，她那么乖巧，这个小畜生是哪里来的？”我故意装得尴尬至极，沉默不说话。我爸是周江，我妈不是他，她就是个怂包女人，你找她也管不了我。周五这坏小孩越发的猖狂，眼神里的那种凌厉，如同毒蛇吐信一样。我说呢，一个有娘生没娘教的野种，难怪这么跋扈。老娘今天就教你做人。陈梦抄起一把长剑，拔剑出鞘，径直朝周五脑袋上砍下去。啊，疯子！你是疯子吗？周五那坏小孩吓得撒腿就跑，婆婆也跟着吓得脸色煞白，
一溜烟的就跑了。待两人跑远了，陈梦收剑入鞘，放心哈，这剑没开刃，这个反社会的坏种，该收拾他了。他现在跟着你过上了好日子，本性就会全面暴露，现在尚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一旦不加收拾，他后面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。你利用他争夺家产，是时候该收网了。今天在餐厅发生的事，我已经联系预约媒体和一些自媒体博主了。只要我这边起诉一启动，所有的负面新闻全都会压到周江这个狗渣男身上。你那时候正好把公司夺回来，至于他的私产，我会一一替你夺回来。现在公司是你们夫妻之间最大的资产。我抱了抱陈梦，谢谢你帮我。陈梦大气的摆摆手，小事儿，收拾渣男，人人有责。不过你得防着点这小孩，他一念之下就会变成疯子。我点点头，不过他就算疯，也会疯到他爹头上。我刚回到小区，就见婆婆蹲在绿化带，见到我就神经紧张一样的站了起来，指着我问：“你还舍得回来呀？我看你就是个坏种，联合外人搞自己的儿子。”我没搭理他，他继续跟着走。亦步亦趋，我将一张赔偿陈梦的付款截图以及收据发给婆婆，冷冷地瞅了一眼她。我儿子？我哪来的儿子？你别说你那个神经病一样的孙子哈，今天要不是我拦得快，你孙子脑袋都开花了，害得我又是赔钱又是道歉的。你这孙子得好好管教了，不然以后老是惹祸，会有大麻烦的。他一脸不在乎，你都说了，以后什么开支都找你的，你自己甘愿当冤大头去到处赔偿的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一老婆子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只要把孙子照顾好就行了，其他这些破事儿，你自己赔了就赔了，别和我说。凡人，我和小五都不像你性子那么怂包。我环视一圈，没发现坏小孩的踪迹。周五去哪里了？又去干坏事了？你可得盯好他，别惹事。最近给我添了一堆的麻烦事。婆婆一脸不爽，昂着头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每次跟着你就倒霉。她今天被吓到了，心情不好。我给她买了一辆变速自行车，她去溜达完了。我没再说话，望了一眼手机上的监控轨迹，再度提醒，别让周五出去惹事，惹出大祸了，我可负责不了。婆婆非常不屑地打断我的话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每次遇到事就怂，除了赔钱就是道歉，一点骨气都没有。我也指望不上你，你以后就管着我和小五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吧，其他的事也不用你管。我和婆婆进了屋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要不咱们立个字据，按个手印，以后周五和你在外面招惹的任何事与我无关。婆婆非常自负地点头答应，并且迅速地和我签署了一份免责声明书。我看着婆婆在免责协议书上的签名和红红的指纹，不由得陷入了沉思。有时候感觉他们精心算计，有时候又觉得这种人自负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蠢。我将协议书扫描件转发给陈律师之后，回到房间，躺进浴缸，将浴室的水声开到最大，然后惬意地打开手机，查看监控。之前给婆婆和坏小孩的手机手表都是我特约定制的，里面可以监控这个手机的通话记录和通讯软件聊天记录，以及无限时录制拍摄外部场景。我还委托朋友关于这个改装手机进行了公安备案，目的是为了婆婆和小孩的安全着想。我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刁钻跋扈一些，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啊！我听到一段电话聊天，是我老公周江和婆婆的电话。周江说：“你们怎么上热搜了？小五泼人热水的事儿，网上
都传开了。你知不知道这对我影响有多大？婆婆说：没事儿，你那个蠢老婆都赔钱了，还弯腰道歉的，我当时看到都快笑死了。周江说：现在不是赔钱的问题，是你们这个事情有人搞了直播，还发了各种视频，现在都在传，这舆论下来会影响我的声誉，明白吗？如果严重的话，我会一无所有，明白吗？婆婆说：那我去找叶冰解决。周江说：算了，我刚才已经花钱找人肉搜索到了那个自媒体博主的家庭地址，就在我们小区不远的一个单身公寓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你带着小武去解决一下。婆婆说：咋解决？周江说：让他闭嘴。这个通话让我神经顿时紧张起来。周武这个小孩不在身边，他会不会骑着车去了那个博主家？一个不祥的预感瞬间充满心头。我翻出坏小孩的具体位置，立马给陈梦打了一个电话。陈梦，现在有个紧急情况。我将自己的证据和推测给陈梦大概说了一下，并且将博主的信息也传给了他，然后请求他动用资源，迅速联系到博主，阻止悲剧的发生，同时随时准备报警。我目前暂时不能出面，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陈梦因为有过和坏小孩的矛盾冲突，又是律师，身份上更容易让人信服。陈梦做事果敢利落，他找到那个博主，正巧对方在家里直播，他直接哐上去就是10几个嘉年华，冲到榜1的位置。他很快私下联系上了博主，这是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，平时就喜欢曝光一些社会丑恶面的事情。我也同步进行，调出坏小孩的监控。现实情况让我大吃一惊，他手里握着刀，蹲在那博主的门口，小小的身子正好避开猫眼。幸亏陈梦及时提醒了那个博主，没有打开房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很快警察赶到，坏小孩被抓住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儿的叫嚣：你们欺负我一个小孩，我要你们死全家，死全家，我会报复你们的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他还对着人就撕咬，拳打脚踢的，状若疯踢，但很快就被控制起来。直播间虽然被临时中断，但发生的一切已经被很多人录屏转发，迅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。外加上次博主发的视频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这个事儿迅速成了热搜话题，直冲前3。人渣小孩疯踢报复，反社会人格科普，远离变态小孩，珍爱生命。我刷着视频软件的热搜榜，默默地给周武这坏小孩的热搜挨个点了赞。坏小孩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下一步是时候该让他爸这个罪魁祸首尝一尝热搜和网络的力量了。趁着婆婆赶去公安局的时候，我出门联系了公司董事会的重要成员，一起喝了个下午茶，聊了聊周江的私生子的事。我的委屈、痛苦让董事会的人听了都直皱眉头。之前公司创立之初，大大小小的业务、商务、销售都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，或多或少都有几分薄面存在。这些年，由周江统领公司，确实巩固了他的个人地位。但我觉得这一次热搜事件出来，周武这坏小孩必然会牵扯他的神经。只要他一出面，整个事情的风向舆论就会压向他这个董事长。他如果不出面维护他那变态的儿子，迟早有一天父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崩盘，后果也会相当严重。下午茶之后，我刚回到小区，周江就怒气冲冲地将车停在我的面前。叶冰，你怎么回事？故意搞我是不是？我都给你钱了，你还这么过分，弄我的儿子，他就算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这不至于恨他吧？我摇摇头，我不恨他，
我恨你，至于是不是我搞他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周江望着我的背影，叶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离婚的，你也别指望通过离婚来分我家产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儿子，我会救他出来，他还是个小孩子，都不满10岁，我有办法把他平安的接出来。我淡淡一笑，你自己好好打听打听，为了你儿子这些破事儿，我是怎么委曲求全的。周江愣了一下，给保安递上了一根烟，随后脸色就和缓了下来。看来我平时积攒的好人缘派上了用场。1周后，周江去了公安局领回了周武，原因是他未满14岁，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。警察责令家长约束管教，周江对我很有意见，于是将这坏小孩带去了他的私人住宅，婆婆也跟着过去了。我也乐得清静，但这个事情，博主的直播间直接炸了，当天涨粉300万，一时间关于反社会人格的话题讨论度、阅读量超过了3亿，网友纷纷在直播间留言：这样的坏小孩，好希望他不幸夭折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，趁早送他去投胎吧。幸亏发现的早，好心人长命百岁，陈律师真是人间仙女花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直播间的发酵，网络的舆论炸了。周武虽然因为年龄小免于刑事责任，但他的名声直接臭了，在外面只要有人看到他，就一堆人围堵他，弄得他像个过街老鼠一样抱头鼠窜。陈律师也因此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好评，直接从10几万粉丝涨粉到100万，还在不断增长。叶冰，你可以去召集董事会了，把你的公司拿回来。我已经起诉周江了，他儿子放出来又搞事了，他每天躲在我家院子外的绿化带里磨刀，经常把周边的猫猫狗狗打得遍体鳞伤，严重威胁我和女儿的生命安全。我决定联合那个博主一起直播，把这种丑恶现象公之于众。我很感谢陈梦的帮助，他身为一个律师，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，但为了帮助我夺回公司，他也是费心了。我的婚姻遭烂黑暗，幸亏还有好心人愿意帮我一把，这份情谊我记下了。当我重新回到公司的时候，周江的脸都绿了，他把我拽到办公室：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淡淡一笑：回来上班，顺便来接管你这个董事长的位置。周江恨恨地对我说：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说狠话谁不会？董事会上，周江一脸铁青，态度严厉嚣张，拍着桌子吼：怎么着，要造反吗？这是老子辛苦打下的基业，你们不过是后来捡便宜的投资人股东罢了，有什么资格提议更换董事长？我神色冷静自然，徐徐开口：因为你个人原因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董事长。周江脸上的愤怒甚至有些控制不住了。损失？哪来的损失？你胡说八道的乱带节奏干什么？市场部负责人王雅望着周江，这不是叶总在带节奏，而是你的行为给公司形象和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。我这里有明确证据。王雅摆出一堆文件，安排秘书人手一份，这是各大合作方给出的解约函，里面明确指出我司董事长周江先生私德不检，品性不端，婚内出轨，纵容私生子犯罪。对于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人，他们没有信心继续合作下去。这些合作订单的解除，我们今年预计损失过亿。周江先生，你对此负责吗？是选择引咎辞职，还是自掏腰包来弥补这些因你产生的损失？周江气得青筋暴起。我有私生子的事儿，管他们屁事，那是我的家庭私事，和公司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会和合作方解释清楚的。
王雅继续对他：“你解释得清吗？你儿子当时意图伤害的那个博主，就是咱们一个重要合作方的亲戚。现在网络上关于你那私生子的热搜到处可见，网络话题播放量都好几十亿了。对方已经起诉你了。还有你儿子威胁人家律所的陈律师，人家也发律师函了。因为你的纵容，你儿子最近招惹了很多人，行为极其恶劣，已经无数人起诉了你，这直接关乎着公司的整体商誉。你必须退出公司管理层，辞掉职位。”其他董事也纷纷发言，指责周江品性不端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要求他退出董事会。甚至有些人直接扯出周江在公司的一些违规的商业行为，纷纷摆在了台面上。你能纵容你儿子犯罪，仗着他是未成年人就肆无忌惮，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，一旦用在公司重大决策上，会给公司带来毁灭性的重创。我们已经不信任你能正常的判断商业上的事情。我提议重新投票选举新的董事长。我同意，周江现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克制和理智。我们在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时，他暴躁易怒，言行莽撞。我也不相信他有统领公司的能力。我也同意，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渣男，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背叛，在外面搞女人，还把私生子带回家给原配添堵。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，而是歹毒险恶，不能继续掌管公司的决策大权。我提议新董事长由叶冰女士担任，她有运筹帷幄的管理能力，以及卓越的市场战略眼光，同时品性端正，心胸宽广。对待周江先生私生子之事，他满腹心酸，但依旧在不断地协调关系。对于这个恶劣的私生子，以德报怨，帮着处理各种危机公关。我也同意由叶冰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。看来我前阵子做的各种事都被公司董事会的人瞧在眼里。周江给我的500万真是花得恰到好处，舆论的压力就是好。一旦舆论倒戈，周江根本扛不住。董事会上最终重启了投票选举，我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公司最新的董事长。短短1周时间，我重新革新了公司的管理层，清除了周江培植的党羽，并且抓到了周江私吞公司款项，支付给那个小三的钱竟然高达1000万，家贼难防啊！私吞公司财产，侵犯各大董事股东的利益，此事绝不姑息。我在新一届董事会议上作出承诺，必须追回赃款，并且要将周江绳之以法。这个时候，周江跑了。当我再度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躲到了老家的县城里。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咱们离婚，我给你留100万，其他的全部归我，我不继续追着你打，公司的钱我替你连本带息的赔上。第二，我大义灭亲，把你送进去，但是你要好好想想，你那个反社会人格的儿子，他会怎么样？现在全网都在声讨他，他又有性格障碍，脾气暴力偏执，你想想后果。短短1个月时间，周江肉眼可见的苍老憔悴了，原本一丝不苟的头发，现在也凌乱不堪，甚至都有一些白头发了。没有第3种选择了吗？我想改头换面，和你重新来过，可以吗？你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我其实还是爱你的，只是我当年一时昏了头，做出了猪狗不如的事情来。我现在很后悔呀，真的很后悔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他的面前，你为了这个私生子继承家产，煞费苦心，我已经给你留了100万，很够意思了，签了吧。如果我不签，我会找律师一直追偿这些年你花在那个小三身上的每一分钱。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财务记录，从你这里追偿不到，
我就会算在周武身上，追他一辈子。你自己权衡清楚。另外，你教唆你妈和你儿子做的那些事儿，恐怕也会瞒不住。周江看着我不断摆出的证据，脸都绿了，最后还是乖乖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离婚以后，我就过上了肆意潇洒的生活。至于周江嘛，这辈子大抵就烂在他那座小县城里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